有一座伫立云端的巨人雕像，雕像内存在着欲望神的宫殿。此时宫殿内的2大神明谋划着惊天的阴谋。当得知墨菲斯重获自由，绝望神那张臃肿的脸写满了担忧。毕竟梦之王被凡人囚禁的期间，他们也在暗中多次推波助澜。虽说同为无尽家族的成员，但欲望神并不像死亡那样友善。他认为墨菲斯自视甚高，嚣张跋扈，只有他与绝望神才应该是梦境的主宰。可绝望神畏惧墨菲斯的力量，之前将其关押100年仍被放出，如今获得了更为强大的神力，想打败他绝非易事。但欲望神接下来说的话，让绝望神重新绽放笑容。原来身为凡人的梦漩涡已经出现，而梦漩涡的力量连梦之王都难以匹敌，这也将会成为他们翻盘的绝佳时机。他们口中所说的梦漩涡，其实是个名叫罗斯的悲惨女孩。她的母亲早早离世，唯一的弟弟杰德时隔7年音讯全无，糟糕的经济状况已经无法支持他继续花费财力物力去寻找亲人。好在朋友莱塔带来了好消息，他告诉罗斯，伦敦基金会愿意以每天250英镑的价位聘请他做一次为期7天的家族式访谈。喜从天降，罗斯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他们收拾好行李登上了飞机。与此同时，女管家按照墨菲斯的要求做好了普查统计。梦境王国虽然增添了不少新成员，但也有3只恶魔消失了踪迹，而他们分别是变形者高特、梦魇柯林斯、提琴手绿地。墨菲斯认为是自己的失职才会让他们失望离开。女管家出言安抚他的情绪，并告诉他梦境王国流传着有关梦漩涡的传闻。墨菲斯却告诉他，梦漩涡真实存在。Excuse me, I am Rose Walker. What do you know about my brother Jed? 下车后的罗斯询问律师，这里是不是基金会总部？律师却告诉他这里是私人养老院，聘请他们的人是他的顾客。随后祥和的老妇人热情招待他们，并告诉罗斯，以前自己得了一种叫昏睡性脑炎的病，陷入了长达8个月的沉睡。然而在美妙的梦境里，他与长着金色眼睛的男人相爱，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孩。直到他苏醒，才发现是一场梦，唯独那个孩子真实存在。后来院方为了掩盖真相，将孩子送给了一户好心人家收养，而她就是罗斯的母亲，自己则是罗斯的曾祖母。得知真相的罗斯没有过多责怪，久别重逢的2人紧紧相拥。另一方面，罗斯来到走廊处准备下楼，听到隔壁房间有人叫唤他的名字，紧接着他便打开房门，看到了3位一体的命运女神。他们告诉罗斯，现在的他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许多未知的危险即将从梦境袭来，切记要多加小心。突然灯光亮起，命运女神的身影消散无踪。随后与曾祖母的交谈中，罗斯表示原本是想雇佣私家侦探去查找弟弟的下落，只不过他没有工作收入，寻找弟弟的计划不得不暂时中断。曾祖母听后表示愿意资助罗斯寻找曾孙过程中花费的费用由他统统报销，毕竟身为商业大佬的他从不缺钱，甚至不惜将戒指取下交给罗斯。与此同时，梦魇柯林斯找到了罗斯的住宅，对他的朋友谎称自己是猎头的身份，只不过他没有想到罗斯早已经出国寻亲去了。她是人群中不起眼的平凡女人，却拥有令梦之王都谈之色变的力量。梦境的图书馆内，乌鸦马修被授予监督罗斯的重任。南瓜人质疑马修新人的能力，女管家却告诫马修，让他时刻注意罗斯是否在现实世界发生受惊或者是受到创伤的迹象。虽说漩涡会在梦境现形，但与现实世界也存在着牵连。另外，在南瓜人的提议下，乌鸦表示如果出现什么情况，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女管家。罗斯和莱塔来到民宿，新结识的夫妻表达了友好的善意，奇装异服的双胞胎送上衷心的祝愿。而他们之所以知道罗斯的事，自然与热情洋溢的民宿老板脱离不了干系。随后，罗斯与朋友来到寄养机构，询问有关弟弟杰德的下落。负责人表示，罗斯的现状无法承担抚养弟弟的重任，现在杰德的养父母每月都能领到800元的补助金，所以他的生活不需要担心。听到这，罗斯暗暗点了点头。夜幕降临，回到民宿的他们受到众人欢迎，没一会儿便来到酒馆欣赏民宿老板的表演。此时罗斯的手机响起，他不得不来到后巷接听电话，却意外遭遇了2名歹徒打劫。与此同时，神秘组织效仿梦魇柯林斯的举动，杀人之后取出死者的眼珠，试图用这种办法逼他出来。果不其然，柯林斯如约现身，答应了成为他们的特邀嘉宾，随即还表示会带上一位重量级嘉宾，而他就是拥有神秘力量的罗斯。此时小男孩正站在路上挥手呼救，看到下车女人熟悉的面孔，他快步跑了上去，强烈恳求女人帮助自己逃跑。然后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不远处驶来了一辆轿车，下车的男人正是男孩的养父。